蓝天空，一切都不同。曾经的那个我，消失无影无踪，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出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放战。疾驰而过，夜航般反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清晰的方向。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，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如果我是光，狂风野草般的放肆张扬，粉身碎骨，只要你还在我身旁，一切就是最初的模样。经过这件事情呢，我也想开了。之前喜欢李寻那么冷酷高傲的人，是我瞎了眼了。从现在起，我郑重宣布，老娘不喜欢他了。你喜欢你就拿走吧。我才不喜欢他，是吗？谁喜欢他谁有病。对，就是有病。那你不去接姐了？我当然去啊。以前我不回骂他，是我让着他。以后李寻要是再敢骂我，我可得好好教他怎么做人。这个你再检查一下，网页怎么样了？和好了哈。要你管！你们这女孩的塑料姐妹情，我是真的一点都看不懂啊。我估计柳思思再也不来了，你真不上。呸！谁喜欢他谁是狗。怎么样 ？UI 还行吗？我们在这儿加了个走马灯，在这个地方加了个视频窗口，用来播一些宣传片，还有在这儿加了个弹窗，可以挂一些购物网站的外链接。还有这个，我们把鼠标换成了他们的 logo， 是不是还挺有记忆点的？你们觉不觉得页面有点花哨，挂件有点多？要是拿去竞标的话，还是显得设计不够成熟。不觉得啊？现在的网站都这样，如果太素的话，显得我们没花心思啊。行，就用你们的吧。真的吗？就这样。我就说没问题吧。一遍就够了，我总觉得咱们俩水平还没有那么高。你就是不自信，李寻都没说什么，那肯定是没问题啊。但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以后咱们两个就要像这次一样，坚持自己，据理力争。我们又不是来给他打工的，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，他也得学会配合，听我们的意见。老像他那么独断专行下去，迟早会出问题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怪怪的。我看你怪怪的，赶紧走。老公，挺像样的嘛。我这必须的呀，不能给基地丢脸。再说了，我这衣服昨晚问师哥借的，我这个领带，我早上跟着视频学了好久，差点没把我勒死。我也琢磨了好久。哎，李寻呢？哦，对，他早上跟我说他有事儿，可能来不了。他这是闹的哪出啊？反正是我们两个主讲，有他没他无所谓。咱们俩真的没问题吗？
要不咱们还是去找他吧？怎么不行啊？反正都已经入围了，课代表要对我们有信心。走吧，走吧，路上还得1个多小时呢。来，公主殿下，请。你休息一会儿，我们都检测了那么多次，肯定不会有 bug 的。你别一会儿晕车了，这个上台陈述才是最重要的。放松放松。你放心，我从小到大都不会晕车的。没事吧你？吐成这样。老高，咱们俩对这事都没有经验，要不还是打个电话给李雄吧。你至于紧张成这样吗？真没事儿，这个标我们两个肯定能拿下。再说了，万事都有第一次，李寻也没投过标啊。你帮我把小口袋里的漱口水给我一下。要不这样，我待会儿上台主讲，你来补充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好，我们是来竞标的。你们是来竞标的？怎么这么慢？人家早就到了。你们是哪个公司的？啊，我们是南湖大学计算机校企合作中心的。那个，我们两个路上有点堵车。啊，行，先签个到。哎，你们投标人不是叫李寻吗？哦，这次是我主讲。那也得签他的名字，不然我又对不上号了。各位领导好，我是德牧科创有限公司的。这次呢，我们在网页设计上面呢，选用的是视差设计。德牧科创也来了。是啊，我还以为不会来什么大公司啊。它可以体现我们品牌的年轻化，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。视差组干嘛去啊？我去打个电话。不同的背景，按照不同的速度滚动，从而产生一种3D 立体的运动。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重点突出一个“新”字儿。所以我们公司的设计理念与大家背道而驰，我们只追求一个字，那就是土。打给李寻的。关机了。我们这竞标呢，他想什么呢？本来今天说好是咱两家。所以，在设计网页时，尽量这又怎么样？这个比上一个还好。你看他们这种极简风，看起来容易，上手了才知道有多难。尤其那个 Type 选卡，我之前在追 able 上看过大神写过，就够咱们学半年1年的了。比如，我们的创意设计之一就是把鼠标换成咱们公司的 logo， 这样就能给客户留下很新颖的记忆点。我再去打个电话。搞什么呀？
刚不小心删错了一行代码。我本来是想在导航条上加一个动态插件的，这样至少能够在第一眼上更加吸引人一点。没关系，复制我的，我电脑里有备份。导航条是我最后汇总的时候改过的，你没有。最能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的，就是好的设计。我的宣讲完毕，谢谢大家。第4位，南湖大学计算机系校企合作中心。南湖大学来了吗？咱们上吧。南湖大学计算机系校企合作中心，投标人李寻，李寻来了吗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湖大学计算机校企合作中心的高建红。我们这次的网站设计理念是年轻化和生活化。年轻化是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光顾蓝冠的网站。生活化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。我们还把那个鼠标改成了蓝冠的 logo， 还有我们……你等一下，这个导航条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本来是一个动态组件，代码好像出了一点问题。来之前你们没有测试过吗？测试过，我们测试了很多次，但是刚才我想做一点修改，但好像来不及了。年轻人，你是一个学生啊，在完成度上和其他的人有所差距，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也不能拿这么个东西就上来吧。我们这次的招标是很严肃的，你有没有尊重过我们？有没有尊重过你们的对手？你们的标书不是写的挺好的吗？怎么能货不对版，拿个半成品就上来呢？怎么跟我们交上去的标书不一样？这的确是个半成品。不好意思，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做的第一稿。当时我们为了一个导航条好不好看而争论了很久，但后来我们发现，消费者根本就不关心导航条，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能更方便地购买到商品。刚才给大家演示的第一稿，只是为了证伪，想让大家看看，如果方向是错的，会有多么可怕。所以在第二稿中，我们完全抛开了网站设计理念，更多的是在关注如何让用户更简单、便捷、快速地购买公司的产品。蓝冠公司主营的业务是零食和保健品，但这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，都并不是必需品。
我们研究了各大购物网站的消费行为分析，也做了问卷调查。我们发现，对于这一类产品的购买，通常都是在冲动下所完成的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把从选择到支付这个过程尽可能的缩短，不能让消费者有任何被阻碍或者麻烦的情绪。在一个传统购物网站的购买流程，消费者需要注册、登录、填写地址、绑定银行卡、输入密码付款。但这5步对于购买一个非必需品而言，太复杂、太麻烦了，消费者很有可能在任何一步就停下来。所以，我们的建议是，不需要费时费力的自己去搭建新的支付系统，而是要依托一个全民性、已有用户信息的成熟支付网站。我敢预言，像这样的支付软件，一定是大势所趋。谢谢。这家伙天天都在敲代码，他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些？老高，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李寻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他肯定不是针对你，他有自己的计划。计划什么？计划调戏我们？计划我像一个傻子一样上台去丢人现眼吗？老高，理解理解，青年才俊嘛，不想受制于人，正常。这个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接下来你需要任何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，随时联系我。我们公司很愿意支持有天赋、有想法的年轻人，希望能够合作。谢谢啊，幸会。幸会。服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我们不行，没打算用我们的程序，你为什么不说清楚？害得我们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，熬了那么多个通宵，40几页的标书，我就做了4、5版，你耍我们呢？我没说过吗？你要是今天不上台，亲眼看看你和别人的差距，你永远会这么幼稚，那么固执。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我拿你当兄弟当战友，你今天为了给我一个教训，把我晾在台上，让所有人笑话我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李寻，有什么话可以直说，我们改就好了。我们做的网站真的那么差吗？你们自己觉得呢？要不是我换了标书，你们连入围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听我的，跟着我，我会带你们成功的。这边，疼死了！来，帮他！来，听他，盯着他！好了吧，来，怎么给？拦住！行了行了，不打了。没事吧你？没事。没事。不打了，拜拜。球打得挺冲啊。谢了。李寻让你来的？对啊，李寻怎么可能会让你来？他谁都不在乎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李寻这个人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了。不过老高，这次要不是李寻，我们会更丢人。
朱越，你掉头掉挺快啊，这么快就变迷妹了？我只是实事求是，李寻也没有做错什么，他只是用了自己的方法。出了蓝冠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。我说两句啊，蓝冠的项目中标了。什么意思？是拿下来了吗？真的？咱们才大一就能拿下这么大的项目，真的是太好了！下午本班长请大家喝奶茶，随便点。接下来，我们基地会以蓝冠这个项目为主，大部分人跟着我打代码，剩下的人负责查资料、建立数据库。我会再分别给大家安排一些任务。虽然这个项目的收益，到最后大部分都要交给学校，但大家都会得到一些报酬。还能赚钱？当然了，而且呀，等完成了项目还能加分儿。等咱们班被评为优秀班集体，还有3000块钱奖金可以拿呢。太好了！哎呀，老高，这回你们可太厉害了！老高，有出息了，这次多亏了你们仨。老高，你这得请我们吃饭啊！对呀，可以呀。你为什么不和大家说？你告诉大家，中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天上台打我的脸，今天倒是给我留面子。李学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一个项目而已，至于吗？我来基地就是为了好好做项目，我不想让人当傻子耍来耍去的。老高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大家干活吧。老子不干！老高，老高，吴梦清、方书苗，网上有一些关于蓝冠公司食品和保健品的评价，你们负责收集，好的坏的我都要。又怎么了？你就不能不出口上任啊？李寻，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开煤气灶玩火，老是趁我妈我姐不在的时候偷着玩。我妈总骂我，但我就是不听。直到有一次，后来我学乖了，再也没玩过。你能在这儿和我说寓言故事，你就不能跟老高说句好话？我没义务哄你们。那你当我们是什么？我对你们不好吗？那你劝劝老高啊，让他别退总行吧。老高分得清是非利弊。放心吧，他没你那么娇贵。
找我干嘛？高建宏，你想不想做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？怎么样？我不在过。哎，老高，你回来了啊！我们这边太需要你了，你在根本是不是啊？老高，你来了，对啊，早，早。和好了。要你管？你们这塑料兄弟情还挺深厚的。李老板给你灌迷魂药了？就不能是我自己想通了，自己回来的。李轩有句话说的对，跟着他，我会变得更强。走，老高，走，走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对了吗？这些东西对过了，放心吧。这个要饭后吃，这个就直接嚼就好。上哪儿去啊？我检索栏已经写完了，你就给我放一天假呗。我还没准假呢。我昨天就没有回去了，上周7天我就回去了3天，还都是后半夜。你看我这下巴痘都要长出来了，而且我现在好饿。明氏保健品管够。我都臭了。没味儿啊。你怎么还没有当上老板？这资本家的那一套倒是先学会。我不管，我今天必须回去。给你半小时，洗澡换衣服，回来继续工作。我走回去都要10分钟。上车。还有29分钟。你能不能慢一点？不赶时间吗？慢慢的长夜，慢慢的思念，怦然心动的一瞬间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知不觉都忘记了时间。漫漫的长路，慢慢的领悟，没有你快乐都孤独。看着你的白衬衫，慢慢的温暖，慢慢的喜欢。哦，一分一秒，我藏起的秘密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。一瞬间，在童话里的秋天，其实公主注定的遇见，让我感受你守护你简单的小心愿。一眨眼，到了流逝的时间，不再害怕偌大的世界，有你在身边，在枕边说每一声晚安，经过昨
多同学都来求助我，向我提问，我非常理解。我们课程呢刚刚进入实操阶段，会遇到一些困惑的地方，人呢？这很正常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把这 C 语言想得过于复杂。我去跟林老师说一下。林老师，张小贝来了。哪儿呢？那儿。哦，等我一下啊。好。一会儿把这文件共享给同学。刚才来找林老头那女的，叫张小贝，之前是搞自动化的，也不知道傍上哪条大腿了，进了新创当了项目总监。咱们学校研究生院校企合作中心不是和新创有合作吗？他就是负责人。他来咱们这干什么？你知道咱们这个项目能谈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啊？60万。这么多钱啊！老高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我觉得那个张小贝就是冲着我们的项目来的。还用怀疑？就是冲蓝冠项目来的。哎呀，饿死我了！哎呀，加点辣椒吧。太废寝忘食了。老高，咱们去竞标那天看到那个高高瘦瘦的男生，你有印象吗？我现在才想起来，他是研究生院校企合作中心的，叫韩家康。这么说，他不就是张小贝的手下吗？你说我们去竞标，遇到自己学校的竞争对手，这不太像是巧合吧？这事不太对，怎么想怎么奇怪，除非他们早就预谋好来抢项目的。绿色部分你负责，时间严格把控。李轩，有人让抢蓝冠项目。高建红来了吗？这儿呢。怎么了？开会吗？再等一下。都在哈。张儿，那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小贝，张总是新创公司的项目主管。新创公司呢和我们学校校研究生院合办了一个校企合作中心。这几位是你们的师哥师姐，韩家康、周金阳、于峰、林佳佳。今天把两边的都叫在一起，是想跟大家说件事情。我们基地不是拿下了一个软件外包的工程吗？巧了，小贝和家康他们合作中心也申请了这个项目，我们两家啊撞车了，怎么办呀？我觉着我们可以合作，强强联手嘛。正好呢，也给你们一个向师哥师姐学习的好机会。至于说名头呢，我看就用小贝他们的研究生实验室更专业一些嘛。那这位就是林老的得意门生，早有耳闻了。林老的学生，一看就不一般。得意门生可不敢用，他弄出来的东西我都怕呀。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儿，可以找我的课代表朱韵，他稳妥。小贝，哎，我下午还有课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多交流。好啊，好，林老师您辛苦了，再见，慢点，哎，拜拜。
虽然你们都是本科生，但是林老师和张老师和我说你们都很优秀。这次正好呢，也是想借着真正的实践机会，让你们好好锻炼一下自己。有任何困难和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，当然也可以联系你们师兄。好，那没什么事就先这样吧。韩健康啊，你留下来再沟通一下，好吧？其他人没什么事回去干活了。朱玉，你留下师哥电话吧。哦。138。师兄，你们什么时候报名的？之前报名的公司里面没有你们吧？早知道有研究生师哥带队，我们也就不那么辛苦了。点灯熬油那么多天，多吃力。宣讲那天我们虽然没有上台，但材料其实是准备了。张总的意思是，咱们别内部消耗，浪费资源。也是啊，资源就这么多。朱韵，这个合作是学院同意的，你们好好配合。可这是我们的东西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一个代码一个代码敲出来的，可是根本就没有人问问我们同不同意。我就说吧，白干了。唉。这也不是钱。稳妥的课代表听完指示了。你出来一下。干活。你就这么答应了？林老师刚不都说了吗？强强联合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计划表都发给你了，照着做呗。你能不能不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啊？你真的要答应啊？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？你甘心？什么意思？林老师一心钻研学术，从来不想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。但就算他不知道，你也应该知道那个张小贝是来干什么的。连名头都挂在他那里，那我们不是白给他打工了？像他这样背靠大公司、压榨学生当便宜劳动力的人，我从小见多了。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答应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况且，就算没有他，以我们的实力做这个网站也不成问题。公主殿下，信心满满啊！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你平时看不起这个，看不起那个，怎么稍微碰到硬一点的你就不敢上了？生气有用吗？为这个项目付出最多的人是谁？天天熬夜的是谁？做计划规划的是谁？搭建框架的是谁？你怎么能一点都不生气，还能开这样的玩笑？你心疼我呀？我在跟你说正经的，我们全基地都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久，就算你不为自己生气，你也应该为我们生气。公主殿下，你真的是被保护的太好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很多事你永远不会明白。你不要像个过来人一样在这里跟我说大而无当的话。朱茵，你见过坏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张小贝算什么？比张小贝坏1000、1万倍的人多的是。这社会上总会有把你吃干抹净，连骨头都不剩的人。我说过，有些事儿你永远不会明白。
我经历的那些事儿，要是每一件都要记仇的话，我这下半辈子只干复仇这一件事就够了。你就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我没时间在乎。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他不值得我自毁前程。李雪，对你来说，有人值得吗？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当朋友。公主殿下，你真的太自我感动了。张小贝所在的公司和学校有合作，他有校企联合的由头，强硬对抗也没用。回去干活吧，耽误一天了。李璇，基地是你的，蓝关的项目也是你的，你有权利拱手送人，我也有权利退出。这张小贝以为他是谁啊？跑来我们这儿耍威风。那凭什么是我们放弃啊？李轩，你会有办法的，对吗？难怪那个网站已经过时了。等到张小贝发现自己比我少，绝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是梦的直觉，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世界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，是你掌心的指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.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. 那颗炙热的烟火，一直是你。